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中国政府继续的打压出国移民中介，通过这种方式来防止大家润出国，不管是资金的出逃还是人才的出逃。那么最新的消息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国中介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叫做外联出国，它的董事长叫何梅，在8月7号被捕。这家位于上海的移民中介，据说连续8年办理绿卡的速度在全国排第1名。这个外联集团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青岛，甚至纽约、洛杉矶、温哥华等10几个城市都有全资子公司。他被抓不是因为他们公司办移民手续，官方的理由说他们谋取非法利益，采取境内收取人民币、境外提供外币的方式为他人非法提供外汇买卖。另外还有3名被抓的员工是说存在通过介绍地下钱庄为他人提供非法换汇的犯罪行为。目前等于是2个人被抓，3个人被取保候审，一共5个人。那么官方的理由是非法换汇地下钱庄，什么意思呢？就是绕过中国的外汇管制。中国的外汇管制是，只要是中国公民，你要是想把人民币换成外币的话，每年只能换5万美元，超过这个数额是不允许的。所以说这个是跟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很大不同的。它为什么要限制你换汇？就是要限制外汇流失，因为外汇储备是这个国家印人民币的基础。所以说如果中国的外汇枯竭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甚至是灭顶之灾。我之前讲过，中国建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它是需要人民币的，对吧？那人民币怎么来的？印出来的。那为什么它能印这么多人民币？就是因为他们有等值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你外汇如果不够的话，你还印这么多人民币，那就是超发，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我早就说过，中国今天的战狼对外的强硬这些小粉红、这些五毛，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的？都是基于中国拥有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说特别可笑的是，这些反美的斗士们，他们的底气却来自于自己手上拥有美元。最讽刺的现象莫过于此。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表现越来越差，他们对现有的外汇储备那肯定是严加看管，对吧？限制会越来越大。过去政府对这个绕过外汇管制这种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打击的特别的积极。毕竟一般像换这种大额的资金的人都是权贵阶层，既得利益，对吧？他们不会自己给自己为难。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吧？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现在放在第1位，对外开放就要被牺牲掉。所以说外汇管制就会越来越严，对出境出国的这些服务机构就会有更多的审查。现在赴美移民最大的中介公司的老板被抓，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我相信其他的这些中介公司一定是噤若寒蝉，步履薄冰。另外对他们的打压，获得这些公司他们的内部资料，也有利于政府去掌握这些出境或者是出境之后再回来或者两边跑的这些人的个人资料。当获得这些人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割韭菜了。因为这些人很多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对吧？走出去了，你这是违反了中国法律，可以对你进行罚款。这其中可能也不乏一些当权者，那这些人就变成反腐的对象了。所以说对付这些移民中介机构，对于政府来讲现在好处多多。中国的手法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就是枪打出头鸟，先挑出一些这个产业当中的典型，比如说教培行业的新东方，比如说互联网行业的阿里巴巴，比如说移民行业的外联出国，专门挑每个行业的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打击，这是他们现在的主要策略。我就想问了，什么地方是只许进不许出的，只能来不能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世界上就有3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是监狱，一个是黑社会，还有一个就是邪教，就是你进去容易出来难。那中国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对吧？出境出国移民越来越难，渠道越来越窄，换汇受限，移民中介还被打压，那可想而知中国到底是什么，或者现在正在变成什么。所以我在节目里边一直在呼吁，走总比不走强，早走总比晚走强。你在一个黑社会，你要持续的干下去，你知道早晚有一天你可能会命丧黄泉，对吧？但是你要退出的话，不好意思，先砍掉一个胳膊，或者黑老大对你就是杀人灭口了，这是退出黑社会的后果。同样的，退出邪教也没那么容易。最后你知道你留在邪教里边，结果什么？
一般留在学校里的结果都是这个教主，然后放一把火把所有人烧死。历史上不出现好多这个事情吗？对吧？如果能够全身而退，退出黑帮，退出邪教，他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庆幸自己的选择和勇气。今天对待出国移民应该是有同样的态度，他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拦你，越说明他心里有鬼，越说明他已经预料到自己树倒猢狲散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及时的躲开，还留在这里，那你下场就跟留在黑帮和留在邪教的下场是一样的，最后你必然变成炮灰。今天你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没有这个铁拳还没有砸在自己的头上，但是当砸到的时候，有多少人被砸到之后幡然醒悟？但是已经晚了。这个道理智商稍微正常一点人都应该明白。看看历史，1949年留在中国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大师们，他们下场如何？那么接下来我想聊一聊那些已经出国的、已经润走的，但是他们很多人的心态是非常不健康的。他们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是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比如说有一个人啊，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离岸爱国者。他经常写一些公众号的文章，这是我一个朋友也是移民到国外的一个老同学发给我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今年暑假呢就带3个孩子回国了，说整整12年第一次回国，他要把回国的感受在这公众号文章里面记录一下。一些没用的废话我就不说了。一共3个孩子，2宝跟3宝都有美国护照，在日本、台湾可以免签进出自由。他说他和大宝持有中国护照，在日本不能免签，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然后他说他没有想到归途当中会使用孩子的美国护照，他们的美国护照就至今从未使用过。他说在感情上我始终觉得孩子们都是中国人，我想要他们以中国公民的身份使用中国旅行证回国，说所有一切需要使用美国护照的航线我通通都不予考虑。他表达出了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是这里边我能够看得出他的装模作样或者是虚伪面孔，因为他的2个孩子，如果你不给他们申请美国护照的话，他们是拿不到美国护照的。他在文章里说这个碰巧出生在美国才自动拥有了美国护照，这是一句谎言，骗一些国内的无知小粉红还可以，骗我们可是骗不了的，对吧？在美国出生，你只能说他是美国公民，但是不是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护照的，你必须要主动申请，交申请费，你才能拿到美国护照。美国跟加拿大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所以他在事实上就已经撒谎了。那么他就已经显得很不真诚了。然后后面他还在装模作样，说不会因为一些小麻烦而动心念去加入美国国籍啊，就等于是说他非常排斥成为美国人。但是呢，你为什么到美国生活10几年，连自己的伟大祖国都不愿意回去？难道在中国就生不了孩子吗？难道在中国你就混不下去吗？一定要万里迢迢跑到美国，一个你痛恨的讨厌的国家，一个你坚决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入国籍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写这个文章的人多么的表里不一。然后我们看到他又发表了一通自己的政治观点，说拥有美国护照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子中可以享受各种免签待遇，毕竟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穿一条裤子的，美国、日本、韩国、澳洲、欧洲列国等等，这些国家跟地区事实上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主权，同样都是国际大资本的傀儡国，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彼此之间的国境线也只是做做样子的。那这就搞笑了，他批评了一通这些发达国家，结果他自己全家还要偏偏的就要在这样的傀儡国家生活。哪怕说 OK， 就算这些国家都是国际大资本的傀儡国，那请问中国为什么还要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中国跟这些傀儡国的贸易额还这么庞大？那中国不是傀儡国吗？你从这些傀儡国买了这么多的技术，这么多的产品，那你算什么呢？你不是也要依靠这个国际资本主义全球化吗？说的好像中国跟这些资本主义的傀儡国都是隔绝的啊，互相不往来似的啊，出淤泥而不染，这不是很可笑吗？如果这些国家是资本的傀儡国，那中国是什么？结果他入境中国的时候，还是遇到麻烦了。他刚才已经自己打自己脸了，他后面又是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他不是说了吗？自己的孩子不用美国护照，他们是中国公民。结果在香港的海关，他说我勉勉强强拿出孩子们的美国护照来，总算是过了关。那请问你拿出美国护照才能让你的孩子进入中国，那是不是说他们是美国公民呢？对不对？那不是跟你刚才讲的说他们是中国公民相抵触了吗？说的特别好听啊，但处处还是要依靠美国身份。他说到了中国之后，结果这个什么窗口买票转车，他说他的旅行证不太好使，很多的酒店是不接待外宾的。
对中国旅行证这种身份证件也十分谨慎。然后他最后说，如果跟在中国，要经常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同胞，保留中国护照和身份证才是最便利的。你在中国拿中国身份证当然是最便利的，但是这不正说明中国对外国人的不友好吗？对吧？但如果你是个外国人，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你可以轻轻松松办当地的一个驾照，拿着驾照就是等于你的 IT 可以畅通无阻。但是到了中国，一个外国护照，你想换成中国的身份证件，就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我们看他们要看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什么。这个人还经常写一些公众号的文章，我们看有一篇文章也把他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和这个口是心非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章中说，一转眼已经在美国居住10年了，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我内心的安全感反而越来越少，甚至还不如当初刚到美国时更有安全感。他说，他不仅是说日常防火、防盗、防贼的问题，说还有更深层次的安全感缺失。他专门提到了，就是针对亚裔，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很多头脑简单、愚昧无知的美国人眼里，中国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移民来美国会抢他们饭碗，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华人喜欢在家里放很多现金，而且还胆小怕事。喂，我这儿多说一句，这难道不都是事实吗？哪个不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现象？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他说，身处这样的国家之中，我感到很害怕，急切的想要回到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或者多神论的社会环境当中去。接下来他就一直在讲美国有多么危险，说政府随时会夺走你孩子的监护权，然后说学校里边都充斥着毒品和性，甚至在美国没有私人财产的安全感，银行、政府甚至业主委员会随时会收走你的房子。他说，美国政府从不真正关心百姓利益，只关心资本的脸色。那些以为美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被公知洗了脑，对美国产生了太多的误会。我看穿了美国，所以我失去了安全感，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更令人心安。可是他的公众号写的可是叫做纽约及时雨。他回到中国感觉心安，是因为他只是10几年才回这么一次，是感觉到心安，对吧？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你问问在中国生活的人，他们是不是感到心安？还是大面积的很多人都开始感到越来越焦虑，压力越来越大，安全感越来越不足？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他没有在中国生活，他没有感受到中国人的那种不安全感。一会儿郑州大雨了，淹死这么多人，一会儿又乌鲁木齐大火了，一会儿又封城挨饿了，甚至动不动就出现一个新闻，有人开车高速撞向人群，然后还拿着刀跑到小学、幼儿园里砍孩子的。就是他没有感受到那种氛围，甚至不关注这些新闻，他看的都是我所在的美国出现了什么社会治安问题，他觉得这地方不安全，觉得还是祖国安全。这种认知的偏差，甚至是认知障碍，是很多在海外的这离岸爱国者共通的毛病。就像当年2战之后，很多西方的大知识分子一个劲儿的夸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才是人类的未来，才是世界的骄傲。然后他们觉得在苏联生活的人民多么的幸福，不仅他们在文章中夸耀苏联的体制，甚至在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当中还预测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远远超过美国。但是没过多少年，这些人的言论、分析、预测全都成了笑话。其实那个时候你做出这样的预测，我觉得都有情可原，因为大家还没有看出这个体制的弊病。可是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在这些新冷战的大环境下，就是还有人这么讲这么说，但是他们自己呢，全家又在美国。那我只能认为他们是故意在骗钱的，故意说这些话来讨好中国的观众，在配合习近平，配合中共的宣传，所谓的什么东升西降，他表达出的就是这个意思嘛，给东升西降这种说法提供了很多的证据或者说一手的证言。在美国简直生活的水深火热，还是祖国好，还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建设的好，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太羡慕了。但是你要让我们回国是万万不能的，甚至他们从心底也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离开中国的决定。如果他们真的后悔的话，有10000种方式去弥补，但是他们并没有，甚至还给自己的孩子申请美国护照，这已经说明一切问题了。他们公开表现出的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但是实际上都是精明的利己主义作祟。其实利己主义是有好的一面的，我们需要每个人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就是人类的自私的基因。但是问题是，你自私也就罢了，但是公开却讲另外一套伪光正的话，去迎合忽悠你的观众、你的读者，那这种离岸爱国的表现就让人非常瞧不起了。除了这种写公众号文章的，还有做视频节目的，在海外定居的五毛，这些人我说过，会翻墙的五毛是最坏的五毛，移民到国外的爱国者是最假的爱国者。所以我非常看不起这种投机主义者。
哪怕你是小粉红，哪怕你有朴素的爱国情怀，但是至少你应该像个正常人，应该有一个真情实感。我看到网上有人讲了他的一个同事啊，说是一个也算是小粉红，说是前粉红，但是他就讲出了他回国的感受，就比较真实。这是他转述他同事回国的感受。有个同事啊，今天聊天，我问他回国怎么样，他直接来了句中国完了。他说他在香港转机飞往上海，在香港跟上海都经过安检，香港的边检人员很文明，他很顺利就过关了，可一到上海就感到一下子失去了尊严。安检对他的态度粗暴生硬，像审问犯人一样问了他很多问题。安检问你为什么在国外待了5年才回国？他说疫情啊，你们不让我回国呀。安检说那你这次回国待多久？他说1个月。安检说那为什么这么短呢？他说我还要回美国工作啊。安检又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老师。安检接着问你在国内住哪儿？回国期间干什么？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这都只是开始，后来从上海到南京更是步步惊呆了。最触目惊心的是无处不在的红色标语，关键词全是习近平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他以为不小心穿越到了文革。他回去见了前男友，前男友意气风发，说已经成为了光荣的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主要工作就是张贴标语。他说会面后，他赶紧删除了和他的一切联系方式。不得不说，他回国这一趟收获不小，至少治好了他的粉红病，讲得非常真实。这不就是中国的现状吗？我们不用回国，看看新闻就知道，中国正在走向过去的文革时代。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也在讲他回国几天的感受，5年多都没回来了，这次感觉有点水土不服。目前去的地方没一个能刷 Visa 跟 Mastercard 的地方，到处都是微信、支付宝、美团、大众点评扫码，能花现金的地方都少。换成是一个连中国手机号都没有的外国游客的话，基本上就啥都别干，打道回府吧。电子支付虽然号称方便，但与世界并不兼容，再绑定上身份证，门槛太高了。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专门之前做了一些节目来讲，就是在中国，就中国的金融体系跟西方的不兼容，你拿着国际通用的支付方式，在中国都不好使。最后我再讲一个案例，这个人很早就出国了，10岁的时候就到了澳洲，后来学成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他怎么想不开，又回到中国了，甚至去参与中央电视台的大外宣工作。结果他被中国政府当作澳洲间谍被抓捕了。他就是曾经在 CGTN 中央电视台旗下大外宣节目担任主持人的程磊。程磊被拘捕3周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从头到尾表达出了他多么的怀念热爱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他说这是一封写给2500万人民和7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情书。他这时候想起澳洲对他的栽培，对他的抚养了。他早干嘛来着？你为什么要回到中国？你回到中国为什么要参与大外宣的工作？虽然他被捕的理由是他充当了澳洲的间谍，我们也不好评论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做了啊？有可能他泄露了什么被中国政府看作是机密的内容给了澳洲的媒体或者是政府人员，不知不觉卷入到了政治的纷争当中。特别是他被捕的时候，恰巧是中国跟澳大利亚关系最恶劣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为他过去的助纣为虐付出了代价。我们当然希望他早日获救，早日出狱，能够痛改前非，好好的。既然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爱澳大利亚的公民，而不是脑海里整天想着自己的所谓祖国。你再爱这个国家，不好意思，这个国家也不爱你。程磊的遭遇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些发表爱党爱国言论的海外华人，如果他们只是为了骗流量、装样子、迎合中国墙内观众也就罢了，如果他们是真心的用脚投票，又投回了中国，觉得美帝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水深火热，而自己的祖国欣欣向荣的话，那我只能想到这么几个字：不作就不会死。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们会员专属的影片。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